叶林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喂，老头儿，没必要拿这吓唬我。按规定，我最多也就是5期。小子，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18岁，3项重罪，凭什么不枪毙你？老头儿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我杀人可是正当防卫，就算要枪毙我，那也是5经的事，哪轮得到你们？装也装得像点儿。装？小子，我劝你别太嚣张。你情况特殊，判下来就归我们管。判？我不认为你手上的是判决书，而是我的档案。如果真是判决书，从下发到现在最多打开3次，可你那里边角都起毛了，纸张厚度也不对，公文用纸边缘锋利，整体偏硬。而你那份没有事找我，外面出事了对吗？我猜时间是1个星期前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们找我一个套木的干嘛？你找你干什么？先说你凭什么认为外面出了事，又凭什么认为是1个星期前？很简单，6天前走廊上的新闻联播不播了，那玩意儿雷打不动，每天都放。3天前饭菜也变难吃了，蔬菜也没那么新鲜。新闻联播不让听，那就说明外面有消息不能让犯人知道，以免引发混乱。而监狱伙食都是专线运输，用了冷库里头还3天都供不上。电视也可能是坏了，厨子也可以偷懒。你身上有2种烟味，如锅的旱烟，石欢的雪茄，一个是江苏货，一个四川货，还都是老一辈爱抽的。据我所知，那玩意儿都是特供，一般人很难搞到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的人物们眼抽参谋根烟也只抽大陆货，那就说明你和对方相处一室的时间不会低于8小时。参会者的身份身居高位，又横跨多省，答案显而易见。说真的，我挺好奇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要是特别危险，你至少得给我减刑。小子，你很聪明，我们的确需要你，不过不用再猜了，到地方你自然会明白。他叫黄良，是我们最优秀的学员，他会和你一起行动，不用讨价还价。只要你能传回半点消息，就算大功一件。但凡你能活着出来，我们不但会给你自由，你想要的东西，我们也会一并给你。来走！该死，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喂，小寸头，你不会告诉我真有粽子出现在市区吧？我事先声明，我就是一个盗墓的，真有粽子，我可对付不了。你身上那2把枪也给我一把，万一出了事儿，我好歹能给自己来一枪。你能看见外面？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2把枪？别紧张，看不见，放松点儿。我们现在可是队友。我知道去市区是因为车子过了4次减速包，左转3次，右转6次。以平均每小时75公里速度计算，这个走法只有一条，那就是临江市南城。上车的时候我就听到你在压弹夹，总共压了27颗，那就一定是2把不同的枪。给我7发的774式就行，免得你不放心。说真的，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考试！全体撤离！发现试考对象，开始捕捉，3秒后传送至考试现场，倒计时3。小寸头，把枪给我！各位，看样子你们都是新人吧？应该是第一次参加考试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来替大家介绍考试规则。我叫贺征，在这里所有考试内容都被替换为恐怖片和灾难场景，同族末日、丧尸厉鬼，你们的死法会超乎想象。当然也有好处，你可以返回思考空间，短暂休息，用分数兑换血脉，100分分超换成1000。当然，我劝你们最好不要换钱，那东西在这儿就是垃圾。3分钟后考试开始，具体内容会从上面发布，不要试图摘掉。就算你们把手脚斩断，这玩意儿也会瞬间出现在脖子上。哼，菜鸟们，希望你们能赚到60分买命。一群新手，这场有点麻烦了。友情提示，还有2分50秒，你们可以在这2分钟中向我提问。还有，我每场能拿多少分？买命又是什么意思？问题真够多的。想离开这儿，只要活过10场考试，凑够1200分就行。买命就是每场考试结束时必须交上去的分数。至于你们能拿几分，你们这群废物能凑够60分就不错了。出去后最多也就剩个1-2分，想出去先攒个1-2000场再说。当然，前提是什么都不换。2000会这么多，还要扣分，那我们岂不是……妈的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行了，都他妈闭嘴！这小子屁话太多。放心，待会儿考试我会保护你们，结束后分我1半分数就行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问完你们就自我介绍下，考试也差不多开始。我有问题想问。按你所说，每场考试后我们可以兑换东西，所以你这一身力量都是换来的。对，我现在身体素质比特种兵还要强，所以你们最好老实点，不要试图反抗我，否则我一个人就能杀光所有人。好，分数交出来，全部。你怎么会有枪？小子，你就不怕一枪打不死我？我还有其他能力。不怕，如果你真的有其他能力，早就展示了。比起用腿恐吓我们，其他能力只会效果更好。讲解规则有奖励，对吗？而且你很怕有人跟你抢，你在说话前还特地等了一会儿。
我猜讲解奖励是10分，你很喜欢说这个数字。一个连10分都贪的人，身上的分数大概都换成了力量，穷得连枪都买不起。什么叫穷的买不起枪？那是因为那玩意儿经常没用。不过你怎么知道讲解有奖励？你手上枪是哪来的？很简单，如果讲解没有奖励，以你的性格不太可能废话，所以我只需要知道里面有子弹就行。行吧，被你猜对了。我也没想到也有新人敢威胁我。不过我不会把分数给你，每场考试最少也要上60分。现在给你，除非最后有剩的，否则我1分都不给。但超过60分后全归我。你他妈就这样算了？不怕我救出尔反尔？就算你有枪，你也总有背对我的时候。不怕，因为你杀不了我。别装了，队友之间不能互杀，最多受伤。从我拿枪指着你开始，你除了气恼，并没有太大反应。我不信你不怕死，更不信你死不了，否则你根本不需要用问题换分数。杀不了你是我掏枪之后才发现的，毕竟这种东西不试怎么知道。威胁你是为了证明我自身的价值。接下来会很危险，我不喜欢把决定权交到别人手里。操！妈的，看什么看？都把自己名字都报一遍。这小子我搞不定，不代表我搞不死你们。这小子好像有点意思。考试开始，本轮考题：人类起源。这里曾是人类犯下的最大错误，可在这片绝望之地中，却有生命却因此诞生。11分钟后，灾难降临，所有考生做出抉择，存活至下一轮。警告：远离地下1层出现的危险，接触后死亡率100%。本轮分数20。算你们运气不错，第一轮考题不是厮杀的鬼怪，碰上那种东西，你们撕都不知道怎么撕的。行了，所有人分头去查楼上楼下，1分钟后集合。有什么消息就用手上的腕表说，那玩意儿什么情况下都能用。我没想法，不过我觉得地下1层那扇门，咱们还是离远点吧。小子，你怎么想？从人类犯下的错误、新生命诞生、远离地下1层这3点来看，我们应该在某个的地下基地，有人在这制造出了怪物，而门后的危险来自人造物。因此远离楼下没问题。小子，分析的不错，和我想的差不多。不过你们也不用怕考试，你们才第一场碰到那玩意儿。妈的，我最烦这种解谜的，猜错了连撕都不知道怎么撕的。好，那我先下去看看。行，你小心点，要是算了。那个叶林，等等啊，俺张铁跟你一起去。你跟着我下来做什么？不害怕吗？怕，但俺还是感觉跟着你好。而且俺看你太瘦了，万一有啥事儿，俺还能扛着你跑。叶兄弟，这门可真大！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又腥又甜？小子，快跑！硫酸，这里有硫酸！你们赶紧上楼，再不跑来就来不及了！编号117514号考生黄斌死亡。快走！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有硫酸？门上的密码锁应该有机关，输错了就会触发。我本来听到了机械声，可我以为机关在2楼，就没注意1楼。哪想到黄斌胆小，他听到还要继续后，就找借口跑下去了。那他呢？他倒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键盘温度有点低。这小子刚才输密码的时候，手指直接冻上去了，破了点皮，叫的要死要活的。叶林，你那边有没有发现什么？密码有6位数，不行咱们就只能硬试了。什么都没有。硫酸越来越多了。叶林，你真的什么都没找到？我确定没有。那就只能硬试了。你现在就给我！没可能试出来的。6位数密码组合有100万种，哪怕不考虑手指被毁掉，光是扯下来的时间就会超过5秒。按6分钟72次来算，暴力破解的概率只有0.072%。那你想怎样？不赌一把？难道在这等死？贺征，问题里的抉择是什么意思？是选择的意思？当然是选择的意思，抉择就是选择，五权是填空，洞悉是阅读理解，这里是思考，当然和考试一样。你还没明白吗？想在这活下去，不是动动笔头，而是拿命去拼。选择，如果真是选择的话，那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看起来能选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答案肯定只有一个能选啊！不，正确答案只有一个，和看起来只有一个是两回事。以现在的高度来计算，硫酸淹没1层的致死时间是9分钟，地下1层是5分钟，2楼至少15分钟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硫酸涌出，我们就只能选择往上跑。而从一开始，系统就警告地下1层极度危险。两者结合，无论是谁都会认为2楼才是生路，就算不确定，也会被逼上楼。那么，当明面上的答案只有一个，
还有什么选择的必要？选地下1层才是对的，可系统明确说了，楼下的门一旦打开，我们没什么可是。如果我们醒来是真在1层，那打开楼下的门的确会死。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在地下2层呢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冲下来！还有2分半，再不劈开，我们都要死在这儿！把斧头给我！给老子看！张铁，把他们带下来，带不下来就自己走。知道。胡家，你鞋子厚，你带莉亚走，他轻，我带安可。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带不了人。不用，我自己能冲过去。硫酸挥发后会产生腐蚀性的气凝胶，我们现在在上风还没事，待会儿冲下去后，你一旦大口呼吸，气管都会灼伤。斧头坏了，叶林怎么办？用硫酸。什么？不是让你用手去咬，用黄斌的尸体，把他尸体带下来，用他的尸体，用他的颅骨当碗。时间不多了，现在只有你能带尸体下来，再拖下去，想用都用不了。那我去就是，什么活都是我干。要是能活着出去，你得倒给我10份。让开！看啊，快看！张铁，把他们都拉进来！握住我手！我们真的活下来了！老天保佑！老天保佑！叶林，下来。没什么，我也是为了自己。接下来，编号第66311号考生贺征通过考试，编号1990067号考生叶林通过考试，贡献度70%，额外分数加14，加了14分，怎么会加这么多？很多吗？何止是多，简直发了！第一轮就能拿到34分，你出去后肯定能起飞。估计是因为第1场考试，你小子有新人优待，要是再多死几个，肯定加不了这么多，说不定还要扣。多出的14分能兑换什么能力？兄弟，不是这样算的。14分虽然少，可那是额外奖励，最后身上也就剩个3、4分。你这14分能换1个亿，当然，傻子才换。第2轮考试开始，请所有考生做好准备。第2轮考试开始，请所有考生做好准备。第2轮考试类型：补全。考试内容：找到盲，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躲避异种袭击。提示：人们遗忘了神来自哪里，可却记得他们的模样。他们到底是谁？警告，请在2小时内找到那，否则你们将无法通过最终考试。本轮分数40。你们不打算说些什么吗？这个问号是怎么回事？差不多这意思吧，就只能先猜，然后再判断哪个答案是对的。我猜可能要找到神，你们觉得呢？贺哥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我猜这句话是说这里有神长什么样的线索，难度可能是神是指某个人类，否则找不到是死，找错也是死。我觉得胡家说的有道理。那是你们要是觉得不对，那就也可能不是找具体的神，而是他的武器、装备什么的。其实第1轮最重要的线索就是消防斧。同理，只要我们接下来看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就应该重视起来。系统不会无缘无故安排。你这么一说倒也没错，但消防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？因为不确定，我也不知道地下1层是什么情况，而且我也不确定你的力量是否能劈开铁链。后来等我确定时，叶灵已经找到了答案，我再说也没意义。什么叫没意义？让他继续说。你认为这一轮我们要找的是物品之类的？
还有别的理由吗？有，胡家的想法没什么问题，可我觉得系统不太可能出现类似神的存在。神为什么会允许这里还有异种？除非说异种极为强大了，那我们碰上异种就可能直接团灭。团灭？那也不一定啊，神也不一定强，也许是被封印了，需要我们解开呢。或者说像孔比篇里一样，神只会庇护特定的场所，我们躲进去就能活命。既然如此，那接下来就找疑似和神有关的东西。张铁，你垫在最后，安克雷亚走中间。至于贺征，行了，我实力最神上。不过先说好，真有危险，我可懒得管你们。这里的空气很浑浊，水滴的也很慢，是渗水吗？等一下，前面好像有光。待会儿要是有什么东西，你先不要开枪，我打不过跑回来后，你再帮我拦住，别一枪没打死怪物，把我打了。这画的都是什么？这画的好像是……不要碰！叶林，怎么回事？这画有问题。这些画是用特殊材料混合绘制的，里面掺了不该有的东西。这太离谱了！林雅，你认得这些画？我也认不全，只是以前学过一点，我学过一点美术。第一幅画好像是叫十字架，第二幅好像是东瀛的来迎图什么的。至于第三个，壁画的出现，说明我的判断更准确了。这些话都什么意思？还是说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神？怎么想都不对劲儿。难不成这里有人类历史中所有的神？思考中，题目给出的每一处信息极为重要。眼前的这些话，就藏着第二轮的关键信息。叶林，你又想到了什么？不知为何，总觉得马上就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就要发生。这种声音绝不是人类能发出的，而且移动速度极快。叶林，跑还是打？打！离我们最近的只有一个，其他的不在这条路，杀了他，我们还能去其他路。好快的速度，这灵活性远超预期。快我！快我！我去！叶林，张典，这是什么防御？该死！这怪物，我一个人都对付不了。贺征，张铁，帮他！抓住他了！叶林，快开枪！我去，我差点阵亡了。张铁都死了，你还报个仇？小子，你枪法还挺准，这东西总算没了。你应该拿到分数奖励了吧？有多少？1分，只有1分。我猜也是。看你这表情，是不是觉得怎么会这么少？现在你相信我说的，每1分都很难拿了吧？你的手怎么办？土包子，没见过来药道具附带止痛，系统出品5分1瓶，不过只能用3次，上次我都没舍得用。
一会儿就好了，不影响接下来。只能先往前走。怪物不是没有过来，而是可能被困在哪儿了。等等，好像有字儿，这到底啥意思？不是你们就没一个懂英文的吗？我留了2期，一直在外面混也就算了，你们也不会。安可，你呢？这个我知道，第一个应该是消毒过的房间，第二个是装东西的地方，也就是杂物区，第三个做实验的地方是工作区。确定？我当然确定，我是学理科的，一直是年级第一。第一个不能走，走第3个实验区。叶林，是不是这小子翻译错了？第一个不是消毒区。不，翻译没错，只是语境不同，而且我们只能选第3个。在生化场景下，第一个通道的意思就变成了净化后才能进入的生活区，而不是消毒。第2个则是隔离区，第3个是生化实验区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不更应该去第一个吗？去第3个生化实验室岂不是找不自在？异种不就是从那儿跑出来的？不，恰恰相反。你忘了之前门口了吗？那就说明一定有什么地方还有食物，而且很充足。所以哪里会有大量食物？只能是生活区。如果我们真选了第一个，那怕是羊入虎口，送给异种吃掉了。没必要怪他。之所以选第3个，是因为我们没得选。为什么没得选？因为能救我们的东西只会在实验区。因为时间，按系统提示，我们必须在2个小时内找到它。所以逆推这点，我们能搜寻的场景必然有限。而实验室和异种关联度最高，也是最有可能找到克制它线索。可是，那为什么一定是实验室，而不是隔离区？按照常见的灾难电影，隔离区是最有可能存在早期线索的吧？叶林，你是怎么排除的？叶林，我相信你的判断，只是按照我之前的经验来看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有可能存在生机。投机取巧、贪生怕死的反而最容易死。我明白。我之所以认为实验区最有可能，还有2点：一是硫酸，2是尸体。首先是硫酸，实验室靠什么手段？麻醉剂，或者是某种异种害怕的东西。对，实验室研究必然要接触异种，那个东西都会完美符合系统提示。何正，你觉得那些尸体是谁？逃到这儿的人这么少，也说明他们逃跑时带的东西不多。而作为身手最差的研究员，反而能逃得这么远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们有克制异种的手段。侧面上也印证了他们可能是核心研究员。行，那就听你的，我们就去实验区。没了就没吧，要是赌错了，我也认了。小心点，我好像听到了点动静，就在门旁。那里。进去。我去，弄错了，那是……何正，叶林，我数3秒，到门口我砍他腿，你开枪。2、1，叶林，开枪！死鱼头，有本事再追我！都别愣着了，赶紧进来找找，看看有没有能用的东西。备用电源也没找到，对吗？叶林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要是真的发现什么就说出来啊！是不是我们搞错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也没搞错什么。走吧，我们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好多异种怎么办？让人搞出声音引开。爬通风管。你去。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啊！去，还有可能活；不去，一定死。
我去吧，1分钟。走，快，叶林，开门！警告：监测到非法入侵者，应急方案正在启动。我腿软了！胡椒，爬呀，快爬！张铁，不要管他！抓住我的手！兄弟，谢谢你。最后一发子弹了。朱棣，这里居然真的有神！叶林，你猜错很正常，毕竟你又不是神。我没觉得我不会犯错，我只是在想，好像有点太简单了。毕竟那些话的含义，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。简单？哪儿简单了？你别忘了，光是进到这儿，我们就差点阵亡好几次，而且你们都是第一次考试，难度低点才正常。说真的，难度已经比我一开始想的高多了。要不是你有枪，估计连我都嗝屁了。那个贺哥，其实我觉得可能 GOSS 区确实还有麻烦，叶林他有担忧也是正常的。什么意思？有屁就快放！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壁画的含义就是我一开始猜的那样，被标成 GHOST 的那个地方，估计有不少神。如果我们猜错，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这里是生物实验室。那你觉得会是哪一个？极毒还是僧墨？这个可能要等我们进去后才知道了，但我能保证每一幅画我都记得，到时候肯定能找到。走，先去武器库。还去什么武器库？来不及了！不去找武器，如果这里还有异种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别忘了，异种就是从这里出现的。操，那就先去武器室。可是要是去的路上就碰到了，那要怎么做？这里还有灯亮着，里面肯定有好东西。有电不是好事。看到那些冷藏箱没？你是能解开指纹，还是有密码？这里很大，我们必须分头搜索。只要看见能拿的就全部带出来，不用管是什么。到时候我会来分辨。注意安全，有任何异常第一时间出声。我去右边，张铁，你和胡家去左后。至于你，看什么看？别指望跟着我，你就随便找。胆子小就在门口望风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也可以一起找，就是安可怎么办？安可，你放心吧，他可比你安全多了。叶林，怪物冲进来了！贺哥救我！有怪物！我不想死，我绝对不能死在这里！劈头！叶林，谢谢你。没什么好谢的，处理一下伤势，最多1分钟，我们就得跑路。拿着。这是叶林，你从哪儿搞来的？
叶林，那边动静你听到了吗？我怀疑有更强的异种出现了。我知道，用枪打碎，里面的试剂能拿多少拿多少。还有这个收好，待会儿有用。叶林来了，他们来了！叶林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分头走？把药剂摔碎！叶林，这玩意有什么用？别做梦了，这东西只有麻醉效果，后面还有个大的，还有把你喷雾给张铁用。你是白痴吗？受伤了还想带人跑？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蠢的。胡家他腿不方便，我们总不能丢下他。废物东西，怕死就跟紧点。回家，我一定要活着回家。按惩罚要求，解毒剂应该就在附近。惩罚测试完成，编号 C3471号考生安可获得奖励分数加0点。很好，惩罚总算做完了。因为我的缘故吗？可是我现在的场数已经归0，还是说因为贺征？不过问题应该不大，以他的智商和表现来看，最多也就是进入过3次司考。至于那个小子，是新人没错，但能带枪进来，恐怕有点意思。第2轮的答案大概率就是之前推测出的那些东西，而且那小子也不算太笨。神类起源。按现有的信息来看，最大的难度是找到神或物品所在的地方，只要能进去，基本就算完成考试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？叶林，时间还有多久？35。叶林，还不用药吗？再不用就来不及了。走。关门！快关门！贺哥，门好像关不上。什么？我们守在这儿，让他们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40秒，要么我废了你，要么现在就去。我去，我真的去。胡家，我们要找哪一个？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莫瑞迪，去找莫瑞干。莫瑞干，他是谁？为什么找他？因为那些壁画虽然都是神，可画面中出现敌对者的只有他们2个。那我们不应该去找天使吗？等等，胡家，我们好像走过了。不是天使，第2幅画不是天使，那是个陷阱。莫瑞干和天使是2个神。找到了。原生人类基因已确认，正在启动解冻称试。20秒，还有20秒。坚持住，还有17秒，还有15秒。叶林，小心！我真没想到，还是要死在这儿。你要是能回去，记得。
真够变态的，这东西跟吃虫子一样，一口一个。不过还好，总算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喂，你想什么呢？放轻松，你小子身上至少有8、9、10分了吧？结算提示还没出来，第2轮好像还没有结束。没事的，我估计是要等那玩意儿杀完异种吧。等等，系统不会让我们清理完整个基地吧？那要是剩几个躲起来，我们不是完蛋了？我担心的不是这个，你忘了吗？题目是找到，并在3开的帮助下躲避异种追杀。系统没有要求杀光异种。贺哥，是这样的，系统只要求我们找到神，剩下的只要跟着他就行。说起来，我们差点找错，神其实是……闭嘴！叶林，那你还担心啥？我担心的是，我们会不会忽略了什么？我总感觉有些东西就好似凭空消失，也许答案没有那么简单。没有那么简单，叶林，我觉得你就是想多了。说真的，就现在的难度，我都觉得不对劲儿，比我预想中高出太多了。7个人的难度还是第1场，按我之前的经验，思考再变态，也不太能搞出那种东西。7个人的难度，考试难度是根据人数来的。是啊，哦对，你小子是新人，我给忘了。5、7、9、12，人越多，考试越难。5、7、9、12，你确定人数一定是这个规律？如果多人进入，会不会均分人数，分成2队？怎么了，叶林？规律应该是这个规律吧？反正我每次都是这样。至于分成2队，会分成2队。如果是14人，死亡率是多少？90%。我不知道，我上次是12人，我也不知道14个人会死多少人。叶林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上次就是因为分成了2队，然后因为两边题目不同，导致判断失误，最后就剩我一个活了下来。如果黄良也在这里，那……叶林，神是假的，不要让何正他们去找神，这里根本就没有神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异种。那不难不。已经来了。往我这边跑，我掩护你们。你还能撑住吗？不行，我扛着你走。死不了！别废话了。这条路有没有通风管道？有，下个路口往右就是。你们先跑。
这东西很笨，不是很难杀。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搞清清楚要找东西到底是什么。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？题目又是什么？我们第一轮是从一处房间里逃出，第二轮是找到神来自哪里。第一轮的房间会移动，而我们第一轮就碰到了神。移动？神？你们碰到的神很特殊，还是说第一轮就拿到了麻醉剂？还有，移动是什么意思？要不是黄良拼命，我们一个都活不下来。第一轮没有麻醉剂，我们能活下来是因为这个。那些怪物好像都怕看到它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所以你们就是用这个东西模仿成神的样子，吓退了那个怪物。这么说的话，你们第一个房间就有壁画。对，不过也不能说是吓退吧，是那怪物看到这东西后就突然停下了。第一个房间是有壁画，只是我们后面才发现。详细说说，尤其是你们看到的那幅画。是这样的，我醒来后就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厅里，周围还有6个人。因为没有任何信息，我们在考试开始后才意识到这里有危险。有人提议想出去先看看，结果刚走进一条通道就碰到了神。等等，你说你们开始后才知道有危险？你们队伍里没人讲解规则？带队？哪有带队的？你意思是说你们有？带队？哪有带队的？你意思是说你们有？他就是。好吧，那看样子可能是我们比较倒霉。碰到神后，我们一个照面就没了3个，只能选择逃回一开始的地方躲了起来。好在房间很多，为了活命，我们一边躲一边寻找活下去的办法。最终，我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一幅画，画上是一个脑后有光环、手提箱子的男人，他好像在递出什么东西给脚下的怪物，而那些怪物的表情都很怕他。其实我当时也没想到怪物怕的是光环，我想的是把灯弄灭，看能不能影响他杀人。结果把灯射灭后，上面的光带就掉了下来，掉在我脚边。虽然那怪物还是能看见，可突然就不动了，也是运气好。我意识到这一点后，便带着灯环去找他们，靠着这东西，我们才逃了出去。叶林，你说我们要找的是不是就是这些灯？你没听到吗？他们拿这玩意儿就能吓退异种，只要想办法找到能供电的玩意儿，我们就能靠着这些灯直接……没用的，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，那就说明光圈并不是提示中的东西，最多有点关联。你们的任务也没完成，对吗？你觉得那幅画里的神是什么神？还有，旋转的房间是怎么回事？对，题目要求我们给出神究竟来自哪里。我试着回答了各种可能，但好像都没用。答案不是实验室，也不是基因改造。至于那幅画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神，但看上去有点像某个古老文明，当然也可能不是。他的装扮没什么特殊的，只是很贴身。房间会移动，是我后来发现的。我们离开初始的房间后，发现身后的通道在向右动，只是几乎看不出来。不是，难道我们就在这里发呆吗？还有14分钟，14分钟后再找不到答案，我们全都要死！我不想等了，实在不行我们再搞点灯圈，出去后再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叶林，这小子说的没错，我们待下去也是死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，我们需要杀掉一头神？说不定他尸体里就有我们要找的东西。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再想一想，再想一想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找我们了！叶林，这里不能待了，我们得赶紧走。代号失火，代号毁灭天使，代号全能者实验体已唤醒。警告：因大量实验体被唤醒，难度变更。第2轮统一更换为消灭基地内所有异种，并在实验体追杀下存活。
本轮分数奖励60。这就是14人的难度吗？11头神追杀我们，他妈的，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们算了？还顶住干什么？挡得了一种，你能挡得着那些怪物吗？等死吧，全都等死吧！各位，没什么好灰心的，就算希望再小，可没到最后一刻就还有机会。冲出去，我会尽我所能保护大家，要死也一起死。叶林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走！你们有没有觉得水落的好像有点慢？你在发什么疯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关心有没有水？你要是不敢出去，就待在这里等死算了。好像是有点儿，不是好像，而是的确如此。0.03，也许是0.04。我数了10次，用腕表卡了10次，不光是下落速度不对，摆动的速度也不对。我想，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了。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了。叶林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我就知道你小子刚才不是在发呆。我的确想到一些东西，不过我要先确认一件事，那就是在思考中，只要题目发布，就一定会有答案吧，哪怕是中途更改。对，不管难度有多大，系统一定会给我们活下去的机会。我甚至听人说过，理论上只要能找到答案，就算是灵异场景也能做到全员生还。叶林，你是不是知道怎么杀光异种了？是也不是，基地太大了，先不说我们能不能做到，有异种藏在某个角落里怎么办？因此想杀光所有异种，除非能毁掉整个基地。你意思是说，也许这里有自爆装置？不，这里没有，就算有，也只能是核弹。可我不认为那些深深能扛住核爆，系统也没要求杀光它。而且真的引爆核弹，我们也必死无疑。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疯了吗？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听他放屁？他要是真有办法，早就说出来了。我操！让他说完。黄哥，都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个时候还想内讧？叶林，如果你真的想到了什么，我希望你直接说出来，而不是有别的想法。我说这些是需要你们能听懂，然后完全信任我，按我说的去做。毕竟你们大概率接受不了这个答案。时间足够，不过再有人打断就未必够了。你说，只要办法有用，无论是什么我都会去做。好，你觉得我们现在在哪？某个地下实验基地，也许是军方的，地理位置可能在北美，不，也有可能和我们不是一条时间线。这里的技术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的。不，我们不在地下，也不在地球，我们在金星上。准确的说，我们在距离金星地表70到95公里的大气层内。叶林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这里明明是地下基地，怎么可能在天上？很吃惊，对吗？我想到这一点后，也不敢相信。可事实的确如此。要证据的话，我给你们。硫酸低温突然出现的吸力，金字塔结构供氧系统，旋转的房间。首先第一点，硫酸。一开始我本以为硫酸是用来防御异种的，可黄粱那边并没有。而金星大气层恰恰是由75%发的硫酸溶液构成。当然，这点很牵强。那么第二点，低温。我当初认为密码锁会冻伤手指，是系统刻意设置。可巧合的是，金星80公里左右的高空温度正好在零下76度左右，而门开后出现的吸力，
也像极了气闸破损导致的气压失衡。气压？我当时也觉得像，所有硫酸不，连空气都被抽走了。还有呢，继续说下去。第3点，金字塔结构。如果我们真的在地下，那基地应该是倒三角形，上宽下窄，压力才会最小。可显然，上部的空间没那么大，系统为了隔开我们，只能让你们出现在下一层。而基地如果在金星，情况就会完全反过来。金星大气层浓稠，只要底部足够大，基地就能像船一样飘在水面。第4点，供氧系统。这里的空气很浑浊，一开始我以为是通风系统出问题，可无论是武器库还是休眠区，电力都正常运转，那就说明这里的氧气只是得不到补充。第5点，旋转的房间。旋转的房间，重力装置，离心机，那些旋转的房间是用来模拟重力的。所以，水滴泄落速度会变慢，是因为金星上的重力只有地球的90%，而增加的这点重力也只适用于金星。金星上，我们竟然真的在这颗堪比地狱的星球上。所以我们该怎么办？答案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既然我们是在金星上，那只需要破坏这里的气闸，所有异种都会被吸出去，然后死于硫酸云。而那些身体更强，被吸出去后没那么快死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要怎么活下去？而且我们要怎么破坏气闸？这点很简单，简单到其实和之前的答案完全一样。说起来，我应该早就想到了。你们不觉得我现在看上去很像谁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了。系统明确告诉我们这里有神，还给出了11幅壁画，告诉我们神长什么样。可休眠舱里的不是，基地里的人看上去也不像，那还有谁是？说起来，真是有趣的故事。在这个世界，或者在这条时间线上，人类在某个时刻登上了金星，为了研究如何在金星生存。基地建设之初，条件很简陋，他们必须穿戴防护才能实验。他们进行了基因试验，而异种就是第一批试验品。穿着宇航服的人类作为比拟造物主的存在，在异种从诞生之初便将他们的模样深深地刻在基因深处，恐惧、敬畏当作身影，身就是宇航员。找到宇航服，打开气闸，游戏结束。可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句话为什么会说人们遗忘了身来自哪里？如果身就是宇航员，这里的人不可能忘记啊。所以我才说这个故事真的很有趣。从人类诞生之初，我们或许也见过他们，只是我们把他们当成了神。叶林，那我们要去哪儿找宇航服？气闸又在哪儿？维修界。基地在大气层内，必然会有出舱任务，因此那里一定有宇航服。哪怕没有，也会有类似的防护服。同理，维修室也会有气闸出口，而位置大概率就在安可周围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我废了你，留你在这儿等死，要么去休眠区开启广播，为我们引走异种。黄哥，救我！救我！这小子想杀我，他这是在报复我！报复你？我没那么幼稚。还有15秒，再拖下去，必须有人引开，否则我们都会被拖死。现在去，我们到了维修室后就把怪物引过来，你不一定死。不去，我换个人，你一定死。还有10秒，他不去，就得你去。远洋，你赶紧答应！他说的对，其实你去也不会死的，说不定后面还更安全。
皇哥，你以为我们过去碰不到异种吗？你和贺征战力最强，你不去，成功率直接降低1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犯蠢，非要代替他，那你就得考虑我会不会留一套宇航服给他了。皇哥，你跟他们去吧，我自己去就是。你是故意的，对吗？你之所以会分析那么多，就是让其他人彻底相信你，觉得没你不行，然后就能逼着王阳阳去死。叶林，你实在是太卑鄙了。是又如何？给我5秒钟，如果没走，我也会想办法引开。警告：休眠区正在遭受破坏。王良，掩护我！好。走，不用管。韩可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快！佛陀没有被引走多远？你受伤了，快进去！那个怪物离我们只有几百米。电子锁，开枪吧！枪打不破，手雷给我。那王月良怎么办？你还有别的办法？再拖下去，我们都要死。你这是在骗他，所以从始至终你都没想过让活着回来。是又如何？贺征，如果你真的想救，其实也可以救。别忘了，那些怪物畏惧他。如果你速度够快，也许能赶在氧气泄漏前给他穿上。如果你速度够快，也许能赶在氧气泄漏前给他穿上。哪怕这么做很蠢，可那是我身为军人的职责，也是做人的底线。白痴。你是故意的。如果想弄死王远洋，其实根本不需要给出2套宇航服，而且你最后的嘲笑也太刻意了。测试，也许那些怪物会害怕宇航服，可在他们面前来回晃就是另外一回事。那接下来怎么做？躲起来，然后打开气闸，还是先等黄良能不能回来？不，先不打开气闸，而是引来一批异种，挨个杀掉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为什么不刷分？引过来杀掉，可这样做的话，万一会激怒他们呢？所以要测试。所以这就是你激怒黄辽的原因，你在拿他测试。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测试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叶林，你也别太贪，我们能活着出去就……他没有贪，反而是太谨慎了。他故意激怒黄良，为的就是让黄良一定会救下王远航。虽然多带了一套宇航服过去，可王远洋想跑过来的时候，必然会引来异种，因此黄良一定会开木枪救人。只要黄良不死，那就代表我们可以安心刷分。妈的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！那叶林要是不能刷分呢？那黄良他们不就白死了？我不让他去，我们可能都会死，而且他大概率不会死，人也会带回来。我们之中到底还有几个人是人？我真的猜对了吗？滚啊！给老子滚开！
叶林，老子一定要杀了你！不要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！黄良，黄良，你他妈快来救我！快来救我！黄良！低头，保护好自己，快穿上！谢谢，谢谢，火哥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真的要被那个畜生害死了。嘘。先走再说，他们随时会打开气闸。可以刷分了，他们过来了。开门打狗！编号第6311号考生贺征完成击杀，获得0点5分。叶林，你也赶紧杀上几头！这里总共就10几头，杀完也没多少。待会儿破坏掉气闸后，只要这里被毁，我至少能拿上100分，而且也许连参也有分数奖励。原来如此，胡家，你也杀2头吧，我杀浪费。回去后你帮我兑换东西。叶林，林哥，你想彻底毁掉气闸？你想炸掉这里？不行的，基地结构被破坏下，我们都会死。短时间打开气闸，只会消耗基地里部分氧气，顺带吸走异种。可一旦毁掉气闸，随着空气彻底抽空，整个基地会因为内外的压力差坍缩成一个铁球，到时候我们也会一起死。可一旦毁掉气闸，随着空气彻底抽空，整个基地会因为内外的压力差坍缩成一个铁球。不彻底毁掉，就没办法清空基地。别忘了，异种还会躲在通风管道。我们可以找啊，异种不是害怕我们吗？时间也没有限制。氧气不够。原来时间从来都不是无限的，只要这身衣服脱下来，那群怪物就会……那林哥，那我们躲去哪儿？打开气闸后，这里的空气会以超音速向外喷射，到时候稍有不慎，航空服都有破损风险。而且我也想过了，就算我们挂根绳子飘在外面也没用，基地解体会产生大量碎片，我们飘在外面更危险。靠！我就知道没那么好的事儿。很简单，只要……快杀光这些异种！现在不杀，待会儿就没时间了。他们提前来了。谁？叶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心，有一个神很不对劲，他一直在跟着我们。快进来了！叶林，怎么办？现在打开气闸吗？不能打开气闸，不行的，现在开闸，我们也会被吸出去。都算过了，只要被吸出去，我们至少会被气流带飞出去几公里远。基地被压塌，最少熬夜20分钟。我们身上的航空服绝对坚持不了那么久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们这群白痴，老子要被你们害死了！你们全被那小子骗了，我还不如不回来，不回来至少……你他娘的闭嘴！走，开闸！不行，哥，林哥，我们会死的，我们会被吸出去。不会。太空飞船，走！关上，快关上！黄良，快丢手雷！那还有没有药？有，趴下！
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撞破气闸，离开这里。你会开船？你到底在瞒着我们什么？你凭什么知道这里有船？维修区有船很正常。警告！警告！船体正在遭受攻击，请立刻排查安全风险。叶林，开船！快开船！抓紧！哈哈哈哈哈！各位菜鸟，恭喜你们活下来了！虽然有些废物能活下来纯靠运气，不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叶林，那些参算不算你杀的？你拿了多少分？听我的，回去后你先别兑换东西，咱俩一起商量，你可别浪费了。算我杀的，不过不是亲手所杀，只比异种高一点，大概10分左右。先不说这些，贺征、胡佳、安可、张挺，你们4个先站过来。叶林，你怎么了？我们过去干嘛？不是叶林，你小子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还在担心什么？没怎么，我只是觉得有些太简单了。如果这都算简单，那以后但凡你说难，我贺征立马给他遭罪。太顺利了，贺征，我们第一次碰到了几头异种。异头？那我们实际听到了几头？几百头，或者几10头？当然不对，我们第一次本该碰到上百头。异种视野受限，找不到我们是错的。从后面来看，每一次拉响警报，大部分异种都能找到我们。第2次1头，第3次还是1头，直到第4次，虽然数量多，可我们已有武器，怪物数量一直卡在……叶林，你想说每次碰到异种都是被刻意安排的，卡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？如果只是这一点，那当然没什么。可是那些参呢？那些参真的对我们造成威胁了吗？那是因为我们逃得够快，而且要不是有船能躲，我们早就团灭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黄粱。有船？好，船在维修区，你是怎么找到那儿的？是因为我逃跑时误打误撞。等等，不对，我会发现那儿是碰到了弥勒。是因为那些怪物把你逼到那儿了，对吗？你根本就没得选。黄粱，你呢？你又是怎么发现那幅画，发现灯圈能逼退怪物？是因为你被逼到了那个房间，而只有那个房间恰有画，恰好有逼退怪物的东西。好奇我怎么知道有船？要么等死，要么开闸赌一把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能找到它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为什么会去实验区？是因为门后有研究员的尸体。为什么我们会唤醒莫瑞甘？是因为看到了第11幅画。1个巧合算巧合，2个算运气好，那3个、4个、5个呢？叶林，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你是想说有人？不是有人，而是有参。贺征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看到的那幅死亡天使？他的死亡时间晚于所有尸体，那就意味着那幅画根本不可能是人留下的，只能是拥有极高智商的怪物。我一直在想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先诱导我们去休眠区，再追安可进入维修区，最终逼得我们不得不打开气闸。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那个怪物需要我们登船，他需要我们带着他逃出这里。登船？我知道叶林怎么开船的了，和唤醒那个怪物一样，这艘运输船也需要验证身份。贺征，杀了他们，那个怪物就在他们之中。不，我不是怪物！你们不要听他乱说，我们怎么可能是叶林？我相信你说的，可也许那怪物是躲在了……不要相信他，他就是想杀了我们。分儿队，他有我们身上的分儿，全是骗人的。这小子在骗你们，杀了我们以后，他又会说你们是怪物。叶林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一定不是。而且我确定他们2个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你就算要怀疑，也至少要有理由。哼，
没有任何问题。要理由是吗？很简单，只有你们在第一轮接触到了神，而且脱离过我的视线。那个东西想混进来，就必须寄生落单的人。我让黄良救你，如果你撕，那就是黄良；你回来，那就是你。都没回来，才会在我们之中。还要再演下去吗？1分钟后，手雷就会炸毁控制台，要么一起撕，要么……开火！这东西果然在船上。14人的难度，超过150分的奖励，只有压上一切，才有一丝希望活着出。黄良，拦住他！给我10秒！王良，拖住他！其他人抓紧绷带！这是……林哥，不要管我们了，快开门！啊！该死的冤种！惩罚考试，就真的不可能活下去吗？白痴！我的手好吃吗，傻子？我怎么可能炸毁控制带？还看个毛啊！过来扶我一把。考生叶林击杀特殊异种阿塞利，获得90点分数奖励。考生叶林完成隐藏试题，完成进度21%。可惜了。叶林，你这场拿了多少分？150分以上吧。系统提示我超过单回上限。传送开始，剩余停留时间10秒。本场最终幸存人数6。150分。等等，6人！叶林，快，现在选择回去，他们2个还活着。还活着？怎么回去？带上他们，然后选择立即回归。检测到考生伤势严重，系统自动开启修复功能。修复功能将按照伤势程度扣除相应分数，请选择修复模式：完美修复或简易修复。叶林，不要选完美，选简易。完美模式太贵了，简易修复就能救活他们。如果他们身上的分不够，选完美会扣成负数，到时候会被直接抹杀。你到底是谁？好吧，我承认我不是新人，不过我也只经历了1场考试。1场？你当我没发现门口那头异种？单对单，在没枪的情况下直接杀掉一头异种，就算贺成再废，你也至少活过了2场以上。你是另一边的队长，不用否认，我是不知道会规则，可黄良那边撕人的时候根本没有提醒，那就说明2边一定是分开计算，不可能没有队长。
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甚至你在系统评价中应该是最强的，不然他们没有理由第一轮就碰到神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隐瞒什么了。不过，我并不只是活过2场，而是6场。6场？你活过了6场？那你为什么不帮我们？但凡你出一点力，我们都不至于死那么多人。张铁，你不出手是因为实力受到限制，或者力量消失了，对吗？是因为系统惩罚，还是因为什么？不，我应该这么问：你在第7场考试碰到了什么？我猜你也许是用了某种办法，或者付出了极大代价才侥幸活了下来。而且，你拿了什么东西？否则，没必要这么害怕暴露自己。你在担心我们会觊觎他？没有，我的确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活下来，最后一次机会，不要试图欺骗我。你知道我要什么，否则要么我一枪一枪地打断你的四肢，要么就按我说的做。队友之间不能互杀，可不代表我废不掉你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让系统治疗你，那就看是你治得快，还是我手更快了。3、2。我没有，我真的全说了。为什么？明明留着我更有价值，我知道的规则只有比贺州更多。留下我，难道对你没有好处吗？好处？价值？你当我是白痴？你知道的东西的确会多一点，可跟增加的难度比不值一提。上一场考试如果没有你，我们拿到的信息不会这么乱，而且考试难度会按场次计算。留着你，下一场难度只会更高。我不会提高难度了，我保证这点没有骗你，不然下一场我也会死，这点我不可能撒谎。等等，好，我告诉你。不过你要先告诉我，你上一场究竟拿了多少奖励？你想评估我强化后的实力？看样子你知道的东西比我想象中重要的多了。具体拿了多少奖励我还不知道，不过我们可以一起看一看，不要自作聪明，否则我会剥了你的皮。这个家伙根本就是变态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叶林？所以我们这是回来了，考试都完成了。荒凉怎么回事？还有你们是怎么杀掉那头怪物的？贺哥，系统提示因为变了题目，所以就没有第3轮了。你们晕过去后，一众就死完了，然后是林哥干掉了一众，他用手雷炸死了那头怪物。啊！我特苗的，怎么会有118分？扣完还有53，这隐藏奖励哪来的？怎么有30分那么多？难道我这次表现特别牛逼，触发了隐藏奖励？贺哥，隐藏奖励我们都有。特喵的！等等，那叶林呢？叶林，你拿了多少分？那些异种算不算你杀的？算，但是因为不算亲手击杀，系统有扣除一部分。算上9个神，221只异种，只给了我72.1。72.1，足够多了。看样子推进器喷丝的那2头给了20分，基地里剩下的6头每头5分，异种0.1。210分以上，你扣掉60分都有150。不，上一场我总共拿了302.1，扣掉基础还有242。超过150后，系统提示突破单混上限，多余的分数换成了 B 级评价1个。B 级评价有什么用？有没有办法重新转换为分数？可以换，但绝对不能换。B 级评价要是用来换回分数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叶林，我知道怎么用。
给我一点时间考虑，待会儿我直接去找你。他不是新人。贺哥，你们治疗的时候，安可有说他其实活过了6场，不过实力全消失了。难怪难度那么大，感情都是他搞的鬼。活了6场还一点实力都不剩，难不成是买了替身草人？替身草人，这里还有免死的东西。对，不过也不算免死，而且副作用极大。那玩意儿200一个，用完就没。如果在考试里死了，就能返回第1轮复活。不过复活后什么强化都没了。说起来，那小妞也是碰到我们，不然她上一场必死无疑。何征，兑换系统在哪儿？叶林，你要是想兑换，把手伸进去就行，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光幕。不过你最好不要现在换，不然……不然什么？也没什么，是这样的，我不是说过吗？回到思考空间后，我们有3天时间休息，但第2天晚上，系统就会提前给出下一场的考试信息。你分数少也就算了，换什么区别都不大。可你现在分数这么多，完全可以针对考试类型来兑换。安可知道评价怎么用，你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，毕竟他好歹也活过了那么多场。类型有哪些？很多，不过大致上分为5种：末日、超自然、灵异、魔代，以及特殊事件。我们上场应该是末日场景，只是考试范围比较小，没接触到外面。前2个还好，无论是碰到虫巢还是丧尸，只要敢拼命，都有希望活下去，也不费什么脑子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买枪吗？就是因为在后4种场景里，热武器一点用都没有，所以我都习惯直接进去，捡到啥用啥。说到这儿，你知道就好。灵异、魔异、特殊、鬼杀不死。对，在灵异场景中碰到鬼，我们就只逃，物理攻击基本没用，除非兑换一些黄纸、木剑什么的，也许还能挣扎一下。而魔音和特殊事件，这个你也许可以去问安可，我还没碰到过，只是听过。我只知道这2个的恐怖程度不会比灵异事件差到哪儿去，而且更麻烦，连针对都没法针对。所以你意思是说，我们下场考试就很可能碰到这3类？不一定，但我就怕万一。而且你这场拿了这么多分，难度肯定有提高的。不说这个了，我先带你们去自己房间。说起来也算是待在这儿最大的好处，一人选一个，弄好以后就不能换了。所以你们待会儿可得仔细考虑。你们最好还是选一个最想见的人，这样至少心里有个牵挂，也算多点想活下去的念想。很惊讶吧？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比你们还震撼。那时候我队友搞了个体育馆，给自己办演唱会。每次考试回来，别提有多爽了。我最喜欢去老王房间飙车，那小子舍得花钱，买了一堆跑车。那贺哥，他们人呢？不在这儿吗？人都撕了呗，还能去哪儿？一个被虫子咬撕了，一个掉进缸水里烫没了。剩下那几个分数不够，被系统杀了。那几个家伙撕的时候还求我带口信给他们爹妈，真是白痴，也不想想我哪能活那么久，更别的出去了。不说这个，你们选好房间后，直接创建你们想要的世界，只要长宽高不超过10公里，什么场景都行。另外，你们还可以随意捏人，什么种族、什么类型都可以。什么人都可以？那这些人都是贺哥你？想啥呢？人只能捏一个，剩下都是场景 NPC， 死板的很。我喜欢热闹，
所以1比1复制了我家小区。喏，那个就是我女朋友。你怎么才回来？是不是又出去打架了？你要死啊！再跟别人打架，我耳朵都给你拧下来！怎么有血腥味儿？伤到哪儿了？没有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最近跟了个老板，跟他看场子，那活轻松的很，赚的还多。不说了，想吃啥我带你吃去。哎呦，别拧了，别拧了，别拧了，疼！这就是我女朋友杨巧。从我初中混的时候，他就跟着我了。我爹妈不管我，所以那时候我天天住他家。其实跟老婆也差不多，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了，我根本不怕他。他看不到我们，也听不到我们说话。对，你们在捏人的时候可以选择他们能听到什么，知道什么，连记忆也可以修改，固定在某一个时刻，甚至只要不是非人类，系统都能搞出来。不过，友情提醒，你们最好还是选一个最想见的人，这样至少心里有个牵挂，也算多点想活下去的念想。行了，你们去自己房间吧。记得捏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，第一次免费，后面就要50分了。哦，对，房间里也可以兑换东西，相当于私人地盘，没有许可谁也进不去。不过要是撕了，下场考试前房间就会刷新掉。努力活下去吗？也许只有我自己。林哥，那我们先去自己房间了。好。我是个孤儿，从小被组织收养，这里就是基地。从我记事起，高强度训练和学习便贯穿了我整个人生。上百名同龄人和我一样，作为工具被培养。训练、进食、休息、筛选，日复一日。每个月都有新人加入，不合格的埋进地里。我不知道组织要干什么，也不知道那群人想要得到什么。我也曾试图搜集过组织的资料，可除了知晓组织已经存在了数百年，横跨各大战争，拥有惊人的财富，除此之外一无所知。就好像藏在各国体内的幽灵，所有人都因一个秘密联合在一起。他们似乎在找一座墓，再找一个答案。直到18岁那年，我被推进手术室，醒来后便被告知，组织已经找到了那座墓，而作为唯一的合格者，我可以进去了。系统，查看兑换列表。这就是系统兑换。地级血统，音量138条，所需分数15。小恶魔血统，只要15分就能强化到这种地步吗？也就是贺真那一档，算上有特殊能力的话，相当于兵王。摘眼 S 级，撒旦未知。按这条信息来看，系统似乎真的无所不能。连这种级别的血统都能兑换。考生权限不足，无法查看 A 级及以上内容，当前权限 B 级。拿不到高级评价，连兑换选项都会被锁死。所以，这就是评价的珍贵之处。还是说，
B 级血统1089条，所需分数135。D 级15分 ，B 级135，两者相差9倍，也就是说每级相差3倍。以此推算 ，A 级血统405，S 级则高达1215，未知3645。只有成神才能出去，这就是思考的目的。不过兑换上没要求，只需要分数够了就行，并不需要 B 级评价。血统名称：修仙者。系统评价：杀光队友。也装不满你那个破番。从 C 级开始，兑换出的东西就开始质变。B 级血统都很强，无论是龙翼还是奥能术士，都很轻松解决异种。以龙幽族为例，兑换后防御力直接强化到能硬扛子弹，力量上更是可以徒手摧毁一辆装甲车。这么看的话，第4个基础强化是最简单也是最无奈的选择。也难怪贺真会空着手进来。要是有搜索功能就好了。搜索功能已开启，请自行查看。早知道系统还有这个功能，我也不用一页一页看过去了。难道若是我猜的没错，那就意味着我在这里也能找到那个答案？如果不是为了找到那个答案，我根本就不会被抓，更不会进入这里。系统，我要查询现实世界中北纬31度2，东经104度的坟墓里死的究竟是谁？我不知道墓里的是谁，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从我出生起那一刻起，我就仿佛一件工具，我存在的所有意义都是为找到那里。我也曾愤怒挣扎，不敢反抗，如同机器一般的高层，得到的永远只有2个字：真相。问题检索成功，本次消耗5，是否确认解锁？确认。查询失败，该信息等级为 A 级，请在提升至 A 级权限后进行查询，消耗分数将自动退回。开什么玩笑！明明系统搜索出了答案，可却因为权限不足拒绝我查看。一个现实世界中不知道死了多久的死人，等级竟然和七魔神一个级别。就算是帝王将相，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价值。一条信息而已，撑死了连1级都不会有。除非光是知道死者的名字，其重要程度就等同于七魔神。他到底是谁？我本以为距离真相越来越近，可现在我竟仿佛一只偷偷钻进宫殿的蚂蚁，不过是一只脚从我面前走过，便足以将我碾成肉泥。叶莲，我可以进去吗？评价和权限挂钩对吗？ A 级评价要怎么拿？叶莲，你问这个干嘛？评价确实和权限挂钩。你看了 A 级的兑换列单，想拿到 A 级评价是需要通过特殊类型的考试才行。不，应该说 C 级以上的评价都只能这样拿到。所以，像你手里的 B 级，按理说不该出现在第一场奖励中。特殊类型吗？看样子我要想提升权限，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只能等特殊类考试出现再做打算。不说这个，东西带过来了吗？叶林，东西我带来了。不过我考虑了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。你有 B 级评价，你想知道的我也会告诉你。但合作？你没有资格跟我谈合作，你只需要告诉我你那所谓的秘密是什么，然后我会考虑对我有没有用。如果没有，那你就可以走了。好，那我直接告诉你，我手里的这封信里面有思考的真相。如果运气好，我们就能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，知道思考最大的秘密。就这就是你藏起来的东西，一封破信。你难道不想知道系统究竟想干什么？知道为什么把我们送进思考？培养神，或者筛选神，我管他想干什么。我不关心我们为什么会被抓进来送死，我只关心我们要怎么活着出去。好了，说完评价的用法，你就可以走了。等等，你可以不在乎这些，可你不想知道他是谁吗？这封信的主人就是唯一一个离开了的考生。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而且你为什么确定他是出去过的，还是唯一一个？因为是系统说的。
每当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系统都会发起公告。因此，当他出去的时候，系统播报了这条信息。每一个听到的考生无不激动的不能自己，甚至嚎啕大哭。虽然出去的不是他们，可这也代表着真的有人能从这里活着出去，离开这片地狱。这点你可以找贺征验证，不过他可能没有听到的那条信息，毕竟他进来的时间没那么早。而之所以确定这封信的主人就是他，也是因为我就是靠他留下来的一件东西才能活下来。你是说，他不光留下了一封信，还留下了一些东西，而留下来的那个东西，帮你从第7场考试中强制退出？信不只有一封，对吗？留下的东西也不止一件。这样说的话，他留下来的信本质上就像藏宝图，需要一封一封的找过去，找全他留下的东西，我们才能知道思考的真相是什么。你怎么知道？没什么好持家的。如果只有一封信，里面只是写了答案是什么，那你完全不需要评估我的实力，更不会说出合作二字。除非他留下了很多东西，你想拿到，你受到惩罚实力全失，可你在没有任何分数兑换的情况下又能杀掉异种，因此你身上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他留下的东西，所以你才那么害怕暴露自己，因为他留下的东西不仅是思考真相，还是一条能复制他的路。我承认他确实留下来的很多东西，信也不只有一封，不过那些东西我都可以让给你，只要你能确保我的安全。相信我，这点绝对值得。他留下的东西超乎你的想象。你只经历过一场考试，还不知道后面难度有多么可怕。没有那些东西，我们活过第7场的概率几乎为0，更不要他出去了。我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，你拿到那些东西后，我也知道怎么用。说完了吗？你似乎很怕我杀了你，然后独吞那个人留下的东西。但其实我根本不感兴趣。你不觉得你说的这些很像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吗？一个唯一出去的人，故作神秘地留下一堆信，还留下几件宝物，就等有缘人找到，然后有缘人按着他留下的蛛丝马迹一点点变强，一点点解密，直到找到真相。最后大家团结一心逃离这里，迎着阳光感慨一路的艰辛，顺带缅怀死去的同伴。太老套吗？老套到像一本小说，像一本最标准的商业剧本。我不感兴趣，真的，太假，也太无聊了。我不认为唯一一个能活着出去的人会无聊到做这种事，更不认为他有这么好心。相比之下，我更认为这是一个陷阱。可是，如果那个人知道真相后就死了呢？他留下这封信就自杀了呢？死了，那就很有意思了。第2场考试类型已抽取，本场考试类型生存，考试场景现代末日丧尸危机。居然是打丧生，还是生存类型？生存类型很简单吗？不算很简单吧，但肯定不是最难的那种。只要坚持到规定时间，就能顺利通关。生存类型的确不难，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叶林，我确实没有分数兑换东西了，所以我想向你先借10分。不过我不需要兑换解毒药剂，而是购买医疗道具和背包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很难参与战斗，所以我会来承担后勤工作。结束之后，我会尽可能双倍还给你。安可，要不我来承担后勤吧？我胆子小，就算换了什么能力，我怕也没什么用，反而有些浪费。可以，那由你负责兑换这些。考试结束后，其他人按实际消耗补你分数。不用了，林哥。你的分就是你的，能活下来也是你的本事。我会还的。我知道，不还我就打死你。那个先说好，我换的能力是近战的，你们别搞重复了。兑换血统 C 级血统奥丁战士，确认。本次消耗40分数。哥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
我感觉我现在能一斧头劈爆一辆坦克。叶林，说真的，我挺感谢你的。老实说，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也能兑换这玩意儿。以后你让我冲我就冲，要我断后我就断后。不用谢。查看 C 级血统暴君 ，C 级血统观察者。这两个强化怎么看都是敌对的。林哥强化完后不会变成那个怪物吧？不会，除了变身系，血统强化不会影响外表。都别愣着了，要兑换的赶紧去兑换。叶林，这就是你兑换的武器，就这玩意儿就价值25分，干，真是太奢侈了。林哥，你喜欢啥口味的口粮？黄桃味的你爱不爱吃？是安可让你换这个的。是啊，俺问安个什么最抗造，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。默念取消就行，不过你也可以一直保持，还挺可爱的。耳机是翻译器，1分10个，可以99%的语言。这里还有这玩意儿，安可你怎么找到的？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。车辆精通技能5分1个，语言精通同样5分1个。第2场考试即将开始，请所有考生做好准备，倒计时22小时49分。哈哈哈，这么早提醒，系统等不及来送分了。那个安可，你刚才想说啥来着？哦，还有这些，可以用这些东西和场景内的图主交易。很不错，谢了。这把枪每小时能生成24发子弹。胡佳呢？那个贺哥，胡佳他说他一晚上没睡，那还不赶紧去叫他？胡佳，你张天，求你不要说出去，我保证不会有事。你们两个还在磨蹭什么？10秒后开始传送，请所有考生做好准备。没丧尸，新人只有1个，我们6个加1个，岂不是只有7人难度？你们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里是哪里？我怎么会出现在国外？小子，欢迎来到死考，在这里所有的考试内容都被替换成恐怖片和灾难电影。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这是被系统抹杀了。贺哥，他好像是死了。叶林，你不是发现什么了？鞋子不对，好像是有点新，不过估计是新买的。咋了，叶林？你觉得哪有问题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多想了。你们先讨论吧，我再看一下。前面有个枪店，我寻思，要不咱们先进去抢2把枪。时间要是来得及，再占个基地，说不定还能搞辆坦克玩玩。我不同意，我们没必要用这种方式。先不说这么做是不是违反法律规定，就算逼不得已需要这么做，也有被包围的风险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联系上当地高层，联合有关部门，向他们传达病毒危机，联手对抗。干！小村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以为你是 FBI 啊？贺征，你冷静点儿。黄良说的也没什么问题。那个，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坐飞机逃跑？比如躲到没人的地方。没用的。进入死考后，我们可以想办法增强自己实力，甚至降低难度。但如果违背系统要求选择逃跑，只会死得更惨。叶林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如果病毒还没扩散，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杀光这里所有人。没有人，就没有丧尸。考试开始，请所有考生做好准备。本场考题，本轮考题：新思想的诞生源于旧时代的尸体，生物进化亦是如此。蓝藻与黑死病，战争与星空，我们是温床，我们是尸体，我们是养料，我们唯为一体。当前为自由模式，
编号D38127号小队已提前24小时进入考试。本场奖励将按照幸存人数平均分配，并根据个人表现获得评价 DA。第一轮考试类型：找到科学家。警告：本场难度将会跟感染数量决定，请尽快阻止病毒传播。警告：36小时后病毒爆发，当前剩余时间12:59。自由模式，还有一支队伍。对方为什么会提前进入？这又是什么？叶林，我也不知道。按理说，我们现在不应该碰到这种模式。自由模式就是双方自由选择竞争还是合作，但在系统判定中，我们的实力远远强于对方。为了公平竞争，系统会让他们提前进入。你手上的通讯器应该是用于联系他们的。Hands up! Hands up! ！Oh my god！ 哟，有人在看。都他妈抓稳了！哈哈，不好意思，技术不太行。叶林，你说谁在看我们？第二个选项接还是不接？告！要是第一个才是对的，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我一直用通讯器尝试联系他们，但没有任何回应。他们敢拒绝合作，那就说明选项一的优势极大，大到他们认为完全可以弥补实力差距，而且不需要担心丧失。我们一旦被发现，甚至有可能遭到军方攻击。你们是谁？快滚出去！这里是我的庄园！留一个就行。好嘞。编号199067选择选项2。卡尔顿，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动用你所有人脉，在2个小时之内替我们找到他，然后再联系高层。我需要知道24小时内有什么异常。2，你的孩子很可爱，我不介意送你们一起下去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不要杀我！想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们。杀了我，你们一定会进监狱。监狱？何征，把他的手掰断。我知道你是谁 ，MZ 集团的董事会成员，还是议员。我数3秒，要么死，要打电话。不要试图联系到外界，更不要试图欺骗我，否则我会把你的眼睛挖出来，塞进你嘴里。3、2，我打！叶林，你在担心什么？按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被他们发现。丧尸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搜集到任何疑似感染者的信息。那么再过10小时，丧尸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？如果他们已经取得了高层信任，那么只要第一时间扑灭感染源，病毒就很难传播。难度在哪里？什么样的难度能给出 A 级奖励？可能只是会出现 D 到 A 级，我们未必会到那一步。还没找到他们吗？对，我们找不到，他们反应太快了。一群废物！再找不到，你就等着脑袋被割下来喂狗！弗兰克，够了！以我们的实力，找到他们也有危险，甚至我们应该合作。合作？
系统给我们这么长时间准备，不是为了对付他们，还能是什么？可我们毕竟都是同类，14人的难度，我们不应该互相残杀。蠢货！这场奖励可是平分的，死的人越多，奖励越高。弗兰克，我希望你能收敛一些，他们也是人，你这样做会出问题的。我们可是救世主，是神，一群 NPC 罢了。我太喜欢这个世界了。叶林，找到了，我们找到那个鸟盾了。是卡尔顿，太危险了，军队已经被他们控制。不如直接潜入这里解决他们，下毒也可以。他们一定布置了陷阱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长相，一切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那就只能坐车过去，我就怕丧尸爆发后，他们有军队保护，反过来攻击我们。我并不担心这点，系统既然给出了合作选项，就说明之后必然有需要合作的地方。他们会做什么？这场真正的危险又是什么？新生为什么会是新生？叶林，这个家伙怎么处理？不要杀我，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把他打晕关起来。哦，对了，先喂药。叶林，待会儿丧尸爆发，你这样做等于害死他。你也知道丧尸要爆发了，这个世界都要灭亡了，他出去不是死得更快？老实点儿，你还能活得久一点。走。我说小村头，你也太圣母了，有些东西还是尽早戒了。叶林那家伙脾气算好的了。若是有一天能走出这片地狱，那我们到底算是人还是什么？现实是否会沦为下一个地狱？弗兰克他自己躲起来了，要怎么做都是他说了算，这个时候他自己躲起来算什么？不然呢？说的好听是为了分散目标，免得我们一锅端，但实际上还不是怕死，拿我们当诱饵。不要再说了，他这么做也无可厚非，军队权限在他手上，只要他不死，对方杀了我们也会遭到报复。可那我们也死了。罗姐，你说我们这样做真的能降低难度吗？我觉得要不和另一个队伍联系一下，他们不是选了第二个选项吗？也许那个科学家手上有解药，甚至有免疫病毒的办法。不要再说这些了，合作没可能的，权限在弗兰克手上，就算我们同意也没有用。至于难度会不会降低，我认为一定会。我们已经安排军队扼守要道，就算病毒从未知地方爆发，也不会扩散那么快。罗杰先生，部长正在找您，他想带各国问一问关于丧尸弱点的问题。走吧。叶林，还有4个小时病毒爆发，虽然不确定这里会出现多少，但我还是建议留出2个小时的时间撤离城市。我们每人只带了3份解毒剂，一旦陷入苦战，很有可能会提前耗完。叶林，你还在想那件事吗？其实我觉得吧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是远超超场难度的。你看那支队伍，他们最强的人编号也跟我一样，最多 C 级，平均 C 级不到的难度，以你的实力，完全不用担心。叶林，我在想你担心的那个点，也许杀死太多丧尸后，丧尸会进化。题目是新生，新思想的诞生源于旧时代的尸体，生物进化亦是如此。大量消灭丧尸后，剩下的会出现变异。不排除这种可能，但还是太简单了。自从强化观察者后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接收大量信息，有用的、无用的。这些信息就像第六感，找不到源头，却一直令人深感不安。只有拿到教授手里的信息，才能推测出难度到底是什么。那家伙不是教授吗？怎么会住这种地方？可能因为被排挤吧。7年前他因为提出某个人类学理论被主流科学界敌视，连教授只剩……什么理论这么遭人恨？你们是？我们来找卡尔顿教授。莱雷斯，让他进来吧。他的声音我似乎很耳熟。我好像见过你，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你们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？我本以为我疯了，
尝试吃人却没有进化，可看到你们我就知道石板上的东西也许……教授，您知道丧尸吗？丧尸？什么是丧尸？很奇怪的名字。教授，丧尸就是会吃人的怪物。吃人的怪物？教授，那我换个问题，您有没有发现具有高度传染性，可以通过商业甚至是空气传播病毒？感染者有极强攻击性，无畏痛苦，依靠攻击其他目标继续传播病毒。你是说狂犬病毒或者疯牛病吗？不过他们可不会吃人。教授，我能问一下当年您提出的理论是什么吗？我的理论？很久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了，他们连说都不让我说。你知道入病毒吗？我研究了它很多年。各位，教授身体不太舒服，还是由我来说吧。卡尔顿教授之所以会被排挤，是因为他当年发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吃人，或者说从远古时期开始，我们的祖先就吃光了所有人。人怎么可能吃人？除非大灾之年。都会吃，或多或少，我们体内都有抗体。看样子你们知道一些，溶病毒抗体所有一种体内都有，这意味着历史上各地都大量吃人，否则不会产生抗体。通胡斯几内亚福尔族抗体高达 70% 以上，西欧 60%， 美洲 50%， 亚洲最少也在 5%到7%。教授提出这点后被质疑，你们说的丧尸所谓的攻击其实就是吃人，对吗？研究很有趣，但这点不足以让你们被排挤甚至被敌视。你很恨那些人，那些蠢货反驳不了，却把我们赶出来，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理论，改变整个世界的理论。人文物种进化的理论，其实是有遐想。可随着科技进步，一场流感也随着这火车蔓延、轮船蔓延整个世界。抗生素、激素、疫苗看似让我们能抵御疾病，可免疫系统早已千疮百孔。先祖能猎猛犸，现在我们的身体却孱弱不堪。我们太久没进化了，迟早被淘汰。科技也是进化的一种吧？我们活得比原来好多了。而且未来，我们没有未来。科技让那些劣质基因再也不会死去，人类像一具无法代谢的尸体，在慢慢腐烂。所以你们的理论就是吃人进化？对，只有吃人才能重组基因，强壮肉体。真正的进化是像他们一样进化。10万年前吃光直立人进化出火焰，6万年前吃光佛罗德斯进化出记忆，4万年前吃光尼安德特进化成语言。我们吃光所有人才有今天。你们是不是见到了什么？我们见到了文化的痕迹。几千年前有人开始进化，但过程被打断，被困死在法老坟墓里，也有成功的。你们称之为神或者丧尸。我本以为我疯了，尝试吃人却没有进化，可看到你们我就知道石板上的东西也许什么？你们找到了什么？石板上写了什么？警告：病毒魔音已激活，立即消灭所有载体。叶林，快杀了他！他体内有魔音。贺征、黄良，小村头，开枪杀了他们！哥，总算杀完了。你们问完了，那个家伙也变丧尸了？对，变太快了，没问出多少。魔音是什么？教授为什么会变丧尸？魔翼通过思想行为复制自身，感染魔翼后，只要知道丧尸是什么，就会变丧尸。教授算半个魔翼，接触过，但不知道是什么。像炸弹没引爆前是安全的。听到丧尸病毒，看到贺征力量后，就瞬间感染。那我们也被感染了，我怎么没事？可能没有，也可能被感染了，我不确定。那个助理接触过魔翼，所以提前转变了。还好是我们接了第二个选项，否则他们来不及杀掉这些载体。麻烦的是我们有没有被感染，还有石板在哪儿，那可能是源头。解毒剂对魔音病毒也有效，只要没接触过魔音，就算知道也没事。对，魔音本质上只是把人变丧尸，第二个应该也没错。就像地球上很多人知道丧尸鬼怪，但感染首先要有魔音本体存在，依靠信息感染。可现在本体已经……如果他们体内本就有魔音呢？知道信息就会引爆。你联系他们，我去阻止。